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负电源过压保护电路的组成。这个负电源的芯片是 TNY276， 这是它的开关变压器。这个位置有一个可控硅，它的型号是 BT169。这个位置有一个关偶，就是中间这个关偶。然后我们看这边还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在里边有一个稳压二极管。这个稳压二极管呢，它的一端接在关偶的二角，一端接到这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关偶的一角是通过这个导线，然后绕了一圈接在我们这个输出的五伏上的。那么也就是说，初级通过稳压二极管，然后和关偶来检测五伏，如果超过一定的值，根据稳压管的稳压值，然后关偶导通。关偶的四角通过导线直接接在可控硅的阳极，也就是单向可控硅的阳极。因为单向可控硅的阳极接在我们的电源端，这个电源呢是接在276的二角，通过二极管，因为这始终有电流加在阳极。然后关偶的三角通过一个40几欧的电阻接在可控硅的触发极上，可控硅的阴极接地。当我们这个五伏超过一定的值，那么很显然关偶会导通，然后会发光，次级内阻会减小，这样关偶阳极的电压直接加到触发极，那么可控硅就导通了。又因为单向可控硅如果这儿有维持电流，它会一直导通，那么也就会使我们这个276二角的电压一直拉到地，这样就保护了电路，使276不再起振，然后使后级没有输出，直到我们再次插电，那么后边还是启动。如果再次过压，那么很显然还会触发可控硅导通。如果不过压了，那么可控硅就截止了，那么电路不受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电路过压会使后级的负载损坏，如果过压严重，比如稳压电路损坏了，那么很显然功率管会炸。那么在这里276呢没有功率管，那么它会炸芯片。另外这个电路呢，它不只是光可控硅一路来保护它的过压，还有一个这个稳压二极管。这个稳压二极管呢是串在它的稳压角和地之间的。当万一某种原因使我们的关偶或者是后边的稳压管稳压电路损坏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稳压管还能够起到一定的稳压作用，但是这个稳压管应该是会使后级电压偏高一点，因为这个稳压管应该有余量。那么后边的电压偏高一点，那么后边的稳压管呢就会击穿，然后呢就会触发可控硅。所以说这个稳压管和可控硅以及后边的稳压管组成了一个整个的保护电路。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二极管、这个可控硅、这个电阻、这个稳压管、这个关偶，还有这个稳压管以及电阻都是我后加的。那么很显然，这个 TNY276 电路有这样的结构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是当某种原因，比如这个稳压管或者是电阻、这个关偶有一个损坏的时候，它过压了，那么如果没有保护电路呢，这个芯片呢很显然就会炸掉，或者是后边的用电器就会损坏。那么我们加上这个过压保护电路，当稳压部分损坏的时候，那么很显然这个稳压管会导通，那么输出电压呢会略有升高。那么很显然这个升高的电压呢通过390欧电阻，然后击穿这个13伏稳压管，使关偶发光，那么关偶的四三角就会导通。由于这个位置是高电位，四三角导通以后触发可控硅导通，又因为这儿有维持电流，使单向可控硅一直导通，那么这个芯片就停止工作，使后级不输出。
直到我们下次上电呢，它能够再次启动。但是如果后继电压还是偏高，那么它又会保护。所以说在修这样的电源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去保护，但是去保护的同时呢，也要先检查稳压部分是否有问题。如果稳压部分有问题，在排除了以后，那么保护电路自然就恢复正常了。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